哇，哇，哎，Kim 姐，我现在一打嗝啊，我的喉咙跟心啊都感觉热辣辣的嘞。还有味道哎，看起来应该是胃酸倒流。不会吧？我以为只是吃太饱而已啊。你不要小看它，搞不好现在你的食道在求救哦。有这么严重啊？那赶快问专家，来。饭后烧心是吃太撑，还是身体在抗议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胃酸倒流？调整饮食有帮助吗？一定要吃药才能痊愈吗？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胃灼热、烧心、胃酸倒流，对很多人来说都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是，像是这个胃酸倒流啊，其实谁都可能会中招。对啊，特别是呢，生活忙碌的城市人哈。那现在马上欢迎就是肠胃与肝脏科医生王玉田医生，欢迎，以及 Eunice 罗芳协，还有九耀哥，欢迎3位，来。Hello， 医生好，2位主持人好，来，请坐。今天就是聊这个胃酸倒流。是，先问2位啊，你们的肠胃怎么样？从小其实我的肠胃就不是很好啊，真的哦，吃不定时啊。我很小就已经有胃病，中学的时候去城市念书，就3餐固定的时间，就比较好了。后来当了艺人之后，3餐又不定了，然后又回来了，然后看了几次家庭医生，然后就照了胃镜。我印象中记得好像是有一个叫幽门螺旋杆菌，然后我就吃了2、3个月的药 ，OK， 然后就停了下来。可是不晓得最近是什么事情，好像又回来了啊，又开始有胃酸。坦白说，我昨晚就睡不好啊，好像那个胃酸来到这里了，哎呦，还差没吐出来而已。那 Eunice 呢？我的话是因为我们拍戏的时间比较紧凑 ，OK， 而且吃饭也不定时，有时候是太饿的情况下，我吃饱的话就会有一种胃胀气的感觉，就会很难受。到底什么是胃酸倒流呢，医生？胃酸倒流就是你胃里面的胃酸反流到食道里面。那其实很多正常的人偶尔都可能有这方面的症状，可是如果很严重的话呢，就可能会导致到某些症状，比如刚刚解释的，就是这个反酸啊、胸口灼热啊，或者甚至痛这方面的症状。不过医生，像我们人体的结构有一个叫贲门的哈，它是不是预防你胃酸逆流？你说的很对 ，OK。其实呢，胃酸倒流就是当我们的胃酸因为胃里面的压力过高，它已经挤破了这个贲门保护层的这个压力的时候，胃酸就会走进食道里。说贲门如果是松了的话那其中是病因之一。如果这个胃里面的压力过高，引起的比如一个人如果太胖啊、怀孕啊这方面的东西，因为在腹部那边压到胃，引起它压力过高，那这个过高的这个压力就挤出了这个贲门的那个本身的压力。OK， 那我想要了解，就是说胃酸到底是什么，它的功能又是什么？说胃酸呢，其实就是胃腺排出来的一种主要的分泌物。OK， 那它主要的功能是帮忙消化食物尤其是蛋白质。那这个胃酸呢，它是属于高酸性的，它的 pH 是2到3左右。可我们的人体的那个胃是能够承受这个胃酸，但是食道呢就不能。所以当我们的这个胃酸如果很大量的走进食道里就会导致到食道的那个黏膜发炎。OK，那这个发炎呢，也就是引起我们症状的其中之一。长期慢性的这个食道发炎的话，会导致到这个食道的这个皮癌变。对，这么严重啊！听到这个就有点担心了。是，大家现在对这个胃酸跟胃酸倒流有几个初步的概念哈，我们就来做个迷思来考考你们。OK， 好，看你们的程度在哪里。第一题，胃酸倒流的患者呢，不能够吃酸的水果，真还是假 ？OK， 那假，那你呢？真啊？不可以吃啦，都这样酸了，还在吃酸的，不是火上加油吗？医生有说到啊，就是你那个胃酸本来就在你的胃，就是有这么多酸性的这个分泌的嘛。对。那我觉得说跟你吃不吃酸的应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是它会不会跑上来呀？真还是假？真。不要再吃了，是，的确有临床试验显示这种高酸的水果，尤其是叫做 citrus fruit， 包括橙啊、黄梨啊、柠檬，可能会刺激引起胃酸的症状更严重。有一些不酸性的食物包括木瓜、香蕉这些是可以吃的。对啊，对 ，OK。第二题哈，胃酸倒流的患者不能运动，真还是假？这个太扯了吧！不能运动，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你已经这样痛了，你怎么动呢？尤其是你
每次在胃酸倒流的时候，你动来动去，你不是要从鼻子喷出来吗？ OK，Eunice 呢？我有在运动，所以我觉得是应该没有可以关系，没问题。是可以的。真还是假？答案是假。假。哦，所以是可以运动的。对，运动可以帮助消化，可是当然刚吃饱饭的时候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尤其是那些压住腹部的这些运动啊，那当然可能会引起暂时性的这个胃酸倒流。好，第3题，听清楚哦，打嗝是胃酸倒流典型的症状，真还是假？他的逻应该辑是假嘞，是这样。因为我的戏里的老公，我没有看他打嗝嘞。对哦，他有胃酸倒流嘞，然后他没有打嗝嘞。打嗝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是吃太饱太撑了，所以跟胃酸倒流没有关系。对，胃酸倒流我觉得不一定会打嗝。OK，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个胃酸可能冲上去的时候，会让你会想要打嗝。对，真还是假？假。哦，所以不是啊。这个打嗝呢，是当我们把这个胃里面的气放出来。对，的确有一部分的病患者啊，因为他在打嗝的时候，这个贲门打开了，就把胃酸也一起带上来。对。可是不是每一个打嗝的人都会有这个胃酸倒流，所以以临床试验的显示，打嗝不算是一个典型的症状。来，最后一题，减重能够帮助缓解胃酸倒流的症状，真还是假？好，来，真假真 ，OK， 来，英姐，为什么？我觉得呢，那些有肥胖问题的人，他的内脏受的压力会比较大 ，OK， 因为他的内脏里面都布满了脂肪 ，OK， 就压迫到了。对，刚刚医生在说，你们有没有在听？医生说，刚刚我们胃酸倒流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孕妇或者是肥胖，也是一个原因啊，就压迫你的那个胃，那个压力就导致胃酸往上经过贲门跑上来。哎呦，好像有道理哦。可是我觉得，脂肪应该不会，它是在外层的嘛，它不像怀孕这样，它是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器官里面不各个的跟外面都是包着一些脂肪。内脏脂肪哈。所以你胖的话，就是这些都会增加了。有脂肪包着。那我猜有。对，那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来，医生，真还是假？真。哦，所以肥胖真的会影响啊。对，当你有任何的因素啊，导致到有很大的压力压在胃上面，就包括太肥胖的人了。那如果可以减肥的话，会帮助。OK，因为有一部分这些太肥胖的人呢，他也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因为压力太大，把整个胃呢从腹部推到这个胸部这里。那这种情况就引起那个贲门更松了。那如果他能减肥的话，这个情况多半会缓解。我们的 Kim 姐姐跟 John 哥都是3分，表现得不错哈。那 Eunice 1分，我要继续努力。留教材。好，欢迎林慧敏中医师加入我们的讨论哈。欢迎，请问林医师啊，中医是如何看待胃酸倒流的呢？我们一般中医来说呢，我们有分虚还有实。所以虚的话，一般我们有脾胃那个气比较虚，所以那个消化功能比较差，会导致那个胃酸。然后实的话呢，有时候暴饮暴食，吃的太多，工作压力，所以我们有肝气郁结，有时候有胃热胃火。所以这些人呢，一般他们犯病的时候，那些症状会比较严重，比方说会有那个烧心啊这些。以西医来看法的话，我刚刚也有解释过，其实呢，胃酸倒流呢的病因就是当我们的胃里面的这个压力过高，已经通破了贲门的这个压力的时候，胃酸就往上反流。另外呢，贲门要是松，比如说有一个叫海托和尿食管裂孔疝，就是因为当一个人可能老啦，或者是太重的话，那这个胃呢就从这个腹部这边滑到这个胸部的这个地方，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贲门就会松。对，那因为关不紧呢，胃酸就比较容易倒流。对，然后其他的有一些生活习惯呢，比如抽烟也会引起贲门松。如果说暴食啊、深夜进食啊，这些也会增加这个胃里面的压力。还有一些比较不寻常的可能性，就是有一些有自身免疫系统的病人呢，他因为这个动力不佳，也可能会导致这个胃酸倒流更严重。如果胃的这个放空率太慢的话，胃酸在这个胃里面时间太久，也会比较容易有胃酸倒流。压力
跟这个胃酸倒流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呀？中医的角度呢，肝气跟那个胃气是有直接的相关的，所以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会影响到那个肝气的疏泄。而且导致那个肝气郁滞，它郁滞的时候呢，我们的胃呢就不能正常运作，然后不能运作的时候，它可能会导致到那个胃酸反流。西医方面也是有临床试验显示啊，我们的脑神经跟肠胃的动力都有关联。那有一些有焦虑症啊或太紧张的这些病人，有时候因为这样会导致他的这个肠胃的这个动力不佳，也可能会增加他这个胃酸倒流的症状。但是如果说要诊断胃酸倒流的话，有什么方法呢？西医来讲的话，我们初期都是以症状诊断，就像刚刚讲的，胸口灼热啊、胃酸倒流、胸痛这方面来诊断。对，往往我们可能用简单的药啊，或生活上的一些改变来治疗。可是要是这个病长期一直陆陆续续的有的话，那我们会建议最好要检查。还有一些就是如果有这种我们叫做警报症状的病人。就比如说体重变瘦啊，或者是年纪已经很大，突然间有这种症状的病人，或者是以前有家庭历史有癌症的这些病人呢，我们就建议应该趁早去看医生。那在这个阶段呢，常常医生就会建议做一个胃镜，胃镜呢就是把一个管从嘴巴放进去，看我们的食道跟胃。做这个呢就可以排除掉大碍了，比如说癌症啊、溃疡啊。幽门螺旋杆菌通通可以从这个诊断。OK， 如果有严重的胃酸倒流呢，我们也在照镜的时候可以看得出这个食道的这个膜有发炎。那从这个地方也可以诊断得出，好，他的病的确就是胃酸倒流引起的。那有一些病人呢，照了镜以后还没有看出病因的话，那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个更特别的检查，就是这个 pH 探针检查。这个检查呢，我们是要看到底这个胃酸倒流有没有过严重。然后呢，这个做法有几种，其中一种最典型的是从鼻子插一个管进去，这个管呢就通到胃里面。那在24小时内呢，我们就可以测查出到底有多少的胃酸倒流，有没有过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是，当你有症状的时候，可以按一个按钮，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同时看到底有没有胃酸倒流往上走。如果是同时后有胃酸往上走的话，就可以确认，那你的症状的确是胃酸倒流引起的。医生，你插一个管这样子不会不舒服吗？你说的很对，所以其实你可能听过很多人做 scope 很少人做这个检查。对啊，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新款的检查，包括一个无线胶囊。可以在做 scope 的时候，在这个喷门的上处放在那边。这个胶囊的好处是可以有将近4天的时间测查有没有胃酸倒流。那有哪一些症状是红色警钟？就是你碰到这些症状的时候，你最好是马上去看医生的。对，的确有。如果有任何肠胃的地方出血，比如吐血啊、粪便流血，如果无意中的变瘦不是为了减肥而自己变瘦，吞咽困难。这些通通是这个危险的症状。那还有一些就是，如果说症状一直持续啊，或者是吃了药还是陆陆续续一直有那这些呢，我们都会建议最好趁早检查。OK。另外想提出的是，因为这个胃酸倒流的症状也在胸部，那心脏也在那里了，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也要排除掉病人没有心脏病。说有高心脏病几率的病人呢，我们也会检查他的心脏。那一般上症状持续多久，一直没有康复的话，也是要赶快去看医生。如果持续一直不好，我看2个礼拜就应该看医生。可是有一些病人是就是病陆陆续续一直有，那反复的。对，反复的。那这些呢，我们也会建议他最好检查一下。那其实我也很好奇，饮食是如何影响到胃酸倒流的呢？中医的说法是我们吃东西不要肥甘厚味，所以我们要少吃辛辣的，少吃油腻的东西。OK。收工趴低的时候，不要吃太多，不要暴饮暴食。没啦，收工没有没事趴低。有啦，收工大多数有啦，没有啦，别人我没有趴低的。对，所以我们要少食多餐，然后定时吃饭。我们也是建议不要喝太多绿茶。咖啡这些，因为它会刺激到那个胃黏膜。绿茶也会啊？绿茶对我们来说，它比较是寒性的，所以寒凉的东西我们尽量少喝。一般我们多吃一些温和的、容易消化的东西，比方说热的粥，
炖品。根据我们政府卫生部的建议，要少油少盐。当然，对，还有我们也是很重要的，需要很多那个纤维的食物，因为它们可以促进我们的那个肠胃的蠕动。OK，我们应该避免宵夜，因为在睡觉以前，如果大量的饮食躺下去的话，那个胃酸比较容易往上滑流。另外呢，酒会引起贲门比较松。然后呢，就是汽水，因为汽水也会把胃撑宽，也会导致这个胃酸比较容易这个倒流。那其实说到肠胃蠕动，像我平时都会吃一些有益生菌啊、益生元的食物来维持我们这个肠道的健康。特别是像我们工作的很忙碌嘛，所以这个肠胃健康是很重要的。哇，医师今天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料理温的？ Yeah， 对。OK， 说这个我们叫做3合羊胃粥。哪3合？它合气、合胃还有合脾。对，所以我们这边的材料有小米、薏苡仁、山药还有红枣。OK， 小米跟薏苡仁它是健脾和胃的，山药它是可以帮助益胃，然后也可以保护那个胃黏膜。红枣它是比较温补的，它会调中脂酸。小米大概1/3杯 OK， 薏仁2大勺，山药80克，然后可以切成丁块，还有3到5颗的那个红枣，是全部放在水里，沸腾了后我们慢火煮40分钟左右。不用先泡吗？小米？小米如果要方便的话，可以隔夜泡一下。OK，你这个是我们当甜品的方式来吃，是放甜的红枣。还是我们可以加盐呢，还是什么酱青，让它是咸的？看你想要的那个效果。比方说，如果你工作压力大，然后有一点胃反酸的，你可以把它做成甜品。你放一点莲子啊，百合，它可以帮助安神。如果你平时你要配粥吃啊，配饭吃，配菜，你就清淡一点，你就可以这样煮了。怎么样，John哥味道如何？我个人很喜欢它有加了那个山药，因为除了那个小米这个比较细微的，它有比较可以有嚼劲，就是有山药，所以这个是可以天天当正餐吃哦。可以的，哇，所以小孩子也可以吃，老人家也是可以吃。那我们都知道胃酸倒流很常见嘛，那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说有什么治疗的方法。所以西医一方面呢，如果是短期性的、急性的症状，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抗酸剂，那它的效果也很快。可是呢，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那如果症状比较严重，或者是反反复复的有症状的话，我们多半会用一些药。这些药呢，可以减低我们的胃产生这个胃酸，就代表把它整个这个胃里面的胃酸减低。那这些药性就比较耐久。对。那如果有一些病人情况更严重，就是说吃药还是不好啊，或者是觉得已经变成一种依赖性的要吃药呢，也可以考虑动手术。这种是一种抗反流的手术。OK， 从这里可以看得到，它的做法呢，就是把我们的胃在这个贲门这个地方绕一圈，把它绑紧，这样就可以增加这个贲门的压力，也就减低胃酸倒流的几率。往往对有一些有这个食道裂孔疝的病人呢，会特别有效，因为同样的时间可以把他的这个胃往下推下去，那然后也把它绑紧，减低这个胃酸的几率。当然，大家别忘了，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饮食上的这个改变。我们刚刚也谈过了，其实对大多数的人来，这个方面的改变的话，其实对很多的人都有很大的帮助。是，对。中医呢，一般也是建议用食疗，不然的话，我们也可以根据他的那个体质来开一些中药。另外我们也可以用针灸、艾灸这些推拿点穴位来辅助治疗。大家很多都知道足三里穴位足三里我知道，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示范一下。所以足三里我们在我们的膝盖两边有内线处，对，我们可以放4根手指，4根啊，对，然后在那个大骨前面，我们放1横指，这个就是那个穴位了。你按的时候，它会有一点酸酸胀胀的感觉。所以一般你可以点揉，你也可以敲，也是可以敲。对，然后当然在临床上我们就扎针了，别忘了左右两边都有。都很重要。是2边都按会比较好。对，然后我们手上也是有穴位的，我们常用的是内关穴。然后内关穴它在那个网横纹下2寸，2寸的话我们是用3横指来比。所以就大概这样，然后在2个肌腱中间，所以大概在这里。对，
内关穴我知道，止吐、晕船啊这些也是可以用。除了这些穴位，我们也可以搓一搓肚子。所以我们有中脘穴，中脘穴其实在我们的肚脐还有那个胸骨中间，然后我们可以顺时间绕着那个肚脐那边推一推这样。像我现在我有吃那个益生菌和益生元的食物，请问这个对胃酸倒流有帮助吗？胃酸倒流来说的话，我们平常不用这个益生菌来治疗，可是往往呢有很多有胃酸倒流的病人，也有其他肠胃功能性的病，我们有时候会用益生菌来治这方面的病。益生菌呢有时候会帮助功能性的病情缓解。我很多时候是孩子们已经进了，就是去睡觉了，什么时候我才有时间好好吃一顿饭。对，那很多时候我就是吃完饭了之后就是睡觉了，是不是因为这样导致我的胃酸倒流？这的确有可能，因为我们吃完饭以后，胃的这个放空率是5到6个小时左右。那如果你吃了一大餐立刻躺下去的话，我们的胃里面可能还有很多的食物。那当你躺下去以后呢，食物比较容易反流。白天的话，你要是站住，有地心吸引力会帮助这个胃酸走回这个胃里面。可是当你躺下来的话，这个胃酸可能就会更严重。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如果是大餐的话，最好是隔个5个6个小时才睡觉。中医也是一样的看法，所以我们一般也是建议，吃完后至少30分钟到1个小时才躺着。坦白说之前没有胃酸倒流的时候，我是这个益生菌和益生元的食物，我是记得吃就吃，不记得吃就不吃。所以现在有这个问题，我真的要提醒自己，对，定时定点要准时吃，然后饭后呢要运动散步，然后就保持这个肠胃健康，帮助消化，就可以减少胃酸倒流。来找我喽。请问医生，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胃酸倒流呢？那这些就是减低这个胃酸倒流的风险吧，包括减重。不要过度的这个大量的饮食，然后呢，别吃太多油腻的食物，还有不要大量喝酒。除了这些，我们的心情也是要保持舒畅。工作虽然压力多，也是要知道怎样放松心情。那我们今天聊那么多呢，胃酸倒流真的不容忽视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征兆。对啊，如果你一直有胃酸倒流的问题，然后又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呢，请赶快去看医生。没错这边要感谢我们的王医生，还有林医师，谢谢，还有 Eunice 以及9号哥，谢谢，谢谢。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